我们俩呢是在学画画的时候认识的，当时我觉得她挺好看的，所以呢我就借着学习的名义去追了她。因为她比我小，我根本没看上她。要不是因为她对我死皮赖脸的，我根本就不会给她这个机会的。谁知道好了以后啊，我的妈呀，整天对我叭叭叭叨叨叨的，整天对我发火，整天对我生气。我发火还不是因为她做错了，她还说我太矫情，我觉得就是她变了。我怎么变了呀？从一开始到现在，她一生气我就给她道歉，一生气我就哄她，我到底哪儿错了我都不知道。她那哪是道歉啊，一点都不真诚，她根本就不知道错在哪了，油嘴滑舌的。哄也不对，道歉也不对，这种姑奶奶啊，我伺候不了了。这好像是爱情当中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到底是他们变了，还是这段情感变了呢？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王21岁，来自山东，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苏22岁，同样来自山东，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你们俩哈！大学在读是吧？马上就要毕业了。在大学里是怎么认识的？我们俩都是艺术生，以前我们一起学画画的时候认识的。当时吧，她画的特别好，我画的特别烂。然后我看小姑娘长得还可以哈，挺可爱，然后就是也比较真诚嘛我就借着学习的机会追了她咱哪知道这个追了以后，这个反差也太大了，这个脾气就变得就太大了，我真受不了，你知道吗？你怎么受不了了呀？为什么受不了我？你之前刚开始能受得了我，现在怎么受不了了？你说一开始我对你多好，就是我们一起学画画的时候从早到晚，从头到脚，你说我给你照顾的怎么样？一周有7天，我能给你买7种早餐，包子、油条、煎饼、麻花，就市场上能见到的早餐我都给他买过但是呢，就有一天起晚了，我就没给他买早餐，就给他买了个鸡蛋给他递过去。鸡蛋不就是早餐吗？他扔了，他把鸡蛋喂我的时候给扔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主持人，他给扔了。他喂你？是我那天不太高兴，然后他给我鸡蛋的时候，他竟然扔了，当我的面儿。我怎么扔了？我扔鸡蛋干嘛呀？我是包好了，递在你嘴边，我寻思你吃吧，宝贝儿，你吃吧。我以为他要张口吃呢，谁知道一张口就让我滚！你那天起那么晚，给我买早餐，都上课了，我怎么吃啊？行，你生气也就罢了吧。回头你说到了中午了还没吃饭呢，我寻思再给你送过去吧好赖把饭吃了吧，然后还是不行。我说你到底怎么样才能不生气？他让我把掉在地上的鸡蛋捡了吃了，他才不生气。不是，那一上午那鸡蛋都在地上躺着呢。他是我们画室出了名的暴脾气然后那个鸡蛋掉在那个地上，周围的垃圾全没了，就一个鸡蛋掉在那儿的地方我中午回去一找我就找着了，鸡蛋看我看鸡蛋然后我一生气，当着他的面我捡起来我就吃了。你吃了？吃了，真吃了？那个土还嘎嘣着呢然后呢？午饭他吃了吗？午饭吃了。好，这是你说从早到晚你对他伺候的很好，我这个体会了。这从头到脚你是干了些什么呢？就是晚上给他洗脚。真的吗？嗨，你说当时就是我们那个条件挺艰苦的晚上这热水也少，我一下课我就这个左手提溜一暖壶，右手提溜暖壶，脖子里缠着毛巾，我刷刷的就给他打水，打完水然后我就去他宿舍，我都巴不得尝一口那水温度行不行？我都到这份上了，我都。不还没尝吗？你怎么不尝啊？你真想让我尝吗？怎么说话这么气人呢？你怎么？你也能忍啊？唉，这个平时的小事儿行吧？我忍着行吧？我认了。你说这个我交朋友你阻拦干嘛了？咱都是正常的人了，交个朋友有什么不对的？我就不知道了。你说删我同学干嘛？你们交的什么朋友啊？都是那些什么女生特别的暧昧然后还有个女生跟他说什么想你什么东西的，我看了能不生气吗？那是我高中同学，我们几个男生几个女生就一起特别好，就是当哥们儿那种玩。然后到了大学了，很久没联系了，对吧？我也不知道他干嘛了，挨个给我们这群男生发了一个我想你了，都说想他了那么暧昧还想你了，他不知道你有女朋友了吗？你不是不让我和他们联系吗？我不是没联系吗？要联系就是说他不知道呗，他不知道你有女朋友他要知道会这么说吗？那你怎么不跟他说呀？你不是不让我和他们联系吗？没法说你了我问问，就是变了。我问等，我问小伙子就是说你跟他谈恋爱之后，他是管你的社交圈的是吧？对啊，就是不能跟异性联系是吧？对。为什么不能联系呢？我看着生气说你心眼儿是因为那些女生都比你好看。
我是这么觉得的。你应该自信，那么好看，他喜欢了你，说明你比他们还好看。我正是因为在乎他才这样的吗？哦，这事儿就过吧，反正这小子没什么花花肠子。当然有了，他那天当我面跟那个女生，就是高中同学一起唱情歌，当着我面勾肩搭背的。你可别提了，我什么时候和他勾肩搭背了？你能实话实说吗？在 KTV 我们同学聚会啊，然后那个我那同学就是邀请他，就是说，哎呀，咱们一起来唱个歌吧。然后他那态度，哎呀，我不唱，你自己唱去，我不会唱。哎呀，你驳人家面子还驳得这么厉害，弄得人家很尴尬，脸直接都绿了。我说那个人说别生气，来我来。然后我你们还眉目传情，你看你那眼神，你们俩互望的眼神，也不是对他眉目传情啊，唱歌走心了还不行吗？你是对他走心啊，还是对歌走心啊？我肯定是对歌走心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对他走心呢。你就是变了，你现在就是变了，没有以前对我那么好了。啊！关键有的时候你很过分，你知道吧？有的时候真的很过分。还有一次，他就把我一个同学他给骂了，因为你骂人干嘛呀？我为什么骂他？我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骂他呢？主任他说什么？他那个同学跟他说啊，那几号几号你来我家陪我过生日吧。你说我看了能不生气吗？你说他为什么叫你去陪他过生日呢？多暧昧呀！你看还叫你过生日，这又怎么暧昧了？我理都没理就暧昧了呀！冲我凶行不行？冲人凶什么凶？老实点，都是自己惯的。你怎么今天想明白要跟他分手啊？怎么想的呀？他那次就已经跟我分了，那次就因为我把那个女的给骂了，然后给删了，他就跟我分手了，一气之下就跟我分手。不是你骂了哪个女的？就是那个。他要去过生日的那个女的啊，然后他就分手了，他就跟我分手了。那怎么没分呢？分了，那时候分了2个月了。主任，你先听我说一下为什么和他分手行吗？啊，我真是受不了了，你知道吗？不，这块你不用说了，我们都懂。我其实特别关注就是怎么没分成？不还是因为我念着他对我好，然后舍不得嘛，然后发短信主动求和的。然后呢，你就又回去了，然后。稍微聊了聊就又和，还稍微聊了聊，你看他那不大乐意那样，还给我摆脸子。你当时你什么样？你能记得吗？怎么给你摆脸子？是你先给我甩脸子行吗？给我发个短信，怎么样？生日过得怎么样？啊，我没去，你还问我怎么样？故意在那气我。不，他给你发了什么向你求和的短信？我特好奇这个。我说那个我有点舍不得你，然后就说原谅他了什么的。你原谅他了？他跟你提出分手，你说你原谅他了，你同意好了，最后又还是和好了。那今天为什么来啊？你说这个女性朋友对吧？这个异性咱就不提了。你说我和我哥们儿一起，你给我个面子能怎么地了？就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喝酒嘛，喝的有点这个头晕了。我说那个你去帮我拿瓶水吧。跟他说，我说完我就后悔了。其实你当然后悔了，我怎么能使唤你呢？我对弄不死你。对我说完我就后悔了。然后他也给我生气了，能不生气吗？你当着他们面使唤我，跟他们喝酒的时候不理我，跟你说话一句都不理，然后想起我来了，就使唤我去帮你拿东西，凭什么呀？凭什么帮你拿啊？拿没拿？没拿。除了没拿之外，还做了什么吗，姑娘？没做什么。依你的脾气，你一定会做什么的。他那么多朋友，给他个面子。你没说话。我说不拿就不拿，然后他自己去拿。你不会这么温柔的说不拿就不拿的吧？我说要拿你自己去拿，凭什么让我去拿呀？哦，你看看，这是实话了。在饭桌上就和我吵了，然后呢？丢人呢？你就自己去拿了？我就晕晕乎乎的自己去拿呗，要不然怎么办了？不容易啊！就这样还没分掉。主要是那个，就这段时间就是该出去工作，该出去实习了啊，对吧？也是联系有点少了。你说我工作，咱这意味着未来的大事儿，对吧？事业上的事儿，你说你还阻拦我，还和我耍小脾气，你还好意思说？一整天都不见面，回来就给我弄那样看，说你累呀什么的，你看我不开心是不是？济南那个堵车，你又不知道，我一下车都找不着腿，腿都没知觉。那是你自己的事儿。确实腿没知觉。但我不是也是为了咱俩的未来吗？要不然谁会那么累的？我在宿舍打个游戏多好啊！就是啊，你在宿舍不行吗？别去了。以前咱俩天天在一起吧，你现在呢，都一天都见不着面，还一个学校呢，还见不着面，多可怜呀！我总得出去忙吧，我总得出去干活吧的呀。然后你说公司派给我一个客户，然后让我给他谈，都谈得很好了，就是只剩一些细节问题再处理一下，就签合同了。他又把人家那个女客户给人骂了一通，还把人给删了。
你还好意思说这个？那我们吃饭的时候，我问你话，你都不搭理我，一直在玩手机，能不生气吗？我也搭理你了吧？我不是提前跟你说了吗？你没理我。吃饭之前我就和他说了，这是个急事儿，边吃着饭，我这边还聊着呢，他就不行了，直接夺过来把手机抢过去，就跟人发了几条就特别难听的话，还把人给删了。你说你让我在公司里怎么待下去？老板看我以前多器重我，就是什么活都让我去干，现在呢？你删了，你再加回来不行吗？你开玩笑，人家把你骂一通，再给你加回来，你加回来啊？我真是气死我都，真是要爆炸了都。你凭什么气？我还生气呢。他本来他说圣诞节嘛，他要带我出去玩，然后他跟我说我要先陪我们班里的女生，给他们班的女生一个人发了一个苹果，还写了小纸条，说什么你是独一无二的什么的，这种话应该是夸我的吧？你怎么夸别的女生了？你就实话实说行吗？什么叫陪我们班女生？我是班长行吗？我是陪我们整个班的人，不光只有女生，还有男生行吗？再说了，每个人都有苹果，都有纸条吧，对吧？而且也没什么呀，你是独一无二、唯一，哪有？我在那等你的时候，我玩手机，然后看你们班一个女的发什么班长，你是我的太阳，什么班长么么哒什么的，就说你的一直在夸你呢，你怎么没对我这么好呀？一班之长，我当然得对他们好了。再说了，我不是也给你送礼物了吗？他们的苹果，哎呦，这样说出去不好吧？我们班同学在打我。他们的苹果是8块钱一斤，你的是18块钱一个，还不行吗？你还好意思说这个？那他们是提前准备的，我的是当时看没有了又现买的，当天都那么贵，都是提前准备好了，行吗？谁知道是现买的还是准备好的？哎呀，嗨，所以今天你来是要分手的是吧？我就希望他改一改啊。不过你今天是来带他改造的？我觉得也不大可能。哦，你今天来干嘛呀？我就希望他能改。你让他怎么改？我就想让他像以前对我那么好。哦，是哪样的好呢？就是什么？从早到晚，从头到脚，是吗？也是吧。哦，天天陪着你是吧？嗯。姑娘，你爱这个男人吗？爱。特别爱吗？嗯。他腿疼是他的事儿还是你的事儿啊？他腿疼，我腿又不疼。啊，你看看，这就是说他爱一个男人，他们这段爱情怎么办呢？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一直在很悲催的被女生在那儿狂批，但是我发现男生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描述我们感受到很惨的你的经历，你都很开心。我怎么可能开心嘛？我就是心态比较乐观嘛，我觉得。你的心态很乐观，导致你的开心，导致现在你的生活是这样子。你描述的每一个场景都是你自己甘愿承受的，是你自己主动的要去给人家买早餐，而且7天7个不同的花样。是你自己主动的愿意给人家买了鸡蛋，还要包好了喂到嘴边，不小心把鸡蛋掉了，所以你会被批，都是你自己愿意的。而且你也自己主动选择这样一个女朋友，并且一步一步的把她脾气惯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如果你真的忍受不了的话，我觉得不是说你希望她能改她的脾气，而是你自己得看看你的一些对人处事的这样一些行为习惯，你能不能去调整。不要连你的自尊的底线都没有了去对别人好。那反过来其实对于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你今天在这个地方特别不讨巧，我不相信你是一个不懂得关心人的女生。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完全不懂得关心人的女生的话，她不至于会对你好那么长时间。你肯定有你的过人之处，但是你的过人之处是什么？我们到现在看不到。因为今天你从上台开始，你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凶残的动物。所以如果你真的希望你的男朋友跟你走在一起的话，你得展示一下你的好，你的体谅人。因为在爱情当中，不仅是别人光对你一个人好，也是你需要对别人好。别人在体谅你的同时，你也需要体谅他。你们还有半年就要踏出大学的校园，就要工作，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需要你们自己负担经济的，未来成家立业的东西。所以女孩，如果你再不体谅人的话，我真的特别担心，好多女生眼馋的你的男朋友，有可能今天就真的走失了。所以待一会儿，好好表现一下，不要再蛮不讲理了。你们两个是一体的，他的腿疼，你也应该疼。觉得这男孩特别好吧？挺好的，确实。特别爱他吧？嗯。离不开他吧？嗯。
没有安全感吧？嗯你比较自卑吧？嗯这才是你真正所有表现的核心之处。从头到脚，从早到晚，你都是在证明你对我好，你只有我。所以在别人貌似觉得你很野蛮、不讲理的时候，我倒觉得蛮可怜你的，因为你内心是非常自卑的。你知道他很优秀，你知道配不上的，所以变本加厉地向所有周围的人证明他只对我一个人好。但是姑娘，表达爱的方式错了，爱不是证明给别人看的，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受。你能感受到他对你的爱，但是他可能慢慢的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你的不讲理。他对你很多的好都是由心底而发的，你要对他好一些，把你所有绞尽脑汁想去设立的那些假想敌去打败的那股劲头啊，用在如何体贴他这方面去使劲，好不好？尤其马上要毕业了，他要找工作了，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所谓的爱去影响他的工作，影响他今后的发展，不要让自己那点自卑毁掉了你们的爱情，好不好？就这样。好，谢谢邱老师。当一个人百般的容忍自己的坏脾气的时候，可能性只有两种，要么爱你，想疼你，要么恨你，想要报复你。做人贵有自知之明，应该时常的拿镜子照照自己，在镜子当中端详自己，你才能分清楚哪些人是真正的在赞美你，哪些人是在阿谀奉承，哪些人是在恨你，哪些人是在爱你，否则你是分不清楚自己的。如果有些人太把自己当回事儿，而不把别人当回事儿，总有一天的结果就是别人都不把你当回事儿，那个时候难堪的是自己。一个女人如果要靠男人的尊宠过日子，怎么过她也是个花架子。男人不是不可以宠，女人也不是不可以教，但宠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忍，教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作。如果这个时候双方还没有眼力见儿，不知道警醒一下自己，忍迟早有一天变成忍无可忍，作总有一天会变成不作不死。其实宠一点教一点也没关系，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会疼对方。怕就怕有人不会疼，有些人往死里疼。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不需要别人疼自己的孤儿，谁在疼人的时候也有被疼的需要。所以我想告诉女方的是，教留不住一个男人，只有疼才能留得住一个男人。我也想对男生说，宠留不住一个女人，只有有自尊的去疼才能留住一个女人。就这样。这个毛病很多情侣都犯，不仅仅是你们，好多人都犯。就缺了一个词儿嘛，就叫尊重嘛。其实你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尊重你自己吗？你都不尊重你自己，难怪人家践踏你，是吧？啊，你觉得在这过程里，你尊重你自己吗？你尊重啊？我觉得你特别不自重哎，还没怎么着就谈个男女朋友，就让男孩给你洗脚，你觉得你够自重吗？其他的就不说了，请记住吧，爱一个人，先学会尊重他；被人爱的时候，先学会尊重自己。接下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觉得吧，咱们还这么年轻是吧？以后肯定还要经历很多事儿呢。所以说我希望你以后，我相信你，你肯定会改的，肯定会改好的。而且我也会先改我的坏毛病。咱们俩还是应该好好的，你不这么觉得吗？那你能像以前那样对我那么好吗？我一定会尽力的往那个方向去改。那我一定也会改的。我就怕，女生特别注意她没说完的那一部分啊，我就怕。两位请回。
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参加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使用下载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就有机会得到老师们的在线解答，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1对1的指导。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抽取现金券。我们就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请开门，马上回来。请开门。你还不过来抱我？你不过来抱我呀？你不抱我呀？这么多人呢，哎，我跟你说那句话，你好像没听懂。要保持自己在对方心目当中的位置。刚才赵传已经说了，要自重。你老是要别人来抱你，一点都不值钱。22岁的女生还是一个撒娇的年龄，没听懂没关系，回家慢慢消化。生活里会打磨你的。你想抱她吗？我想，那就想抱你抱一下呗。哎，别哭了啊！别哭，别哭。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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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要保湿伊贝诗。好，谢谢你们啊！下面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你开心一点儿，咱们这么年轻的，对吧？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而且咱们不都有信心去改吗？这种小挫折，我觉得没什么。以后遇到更大的困难的时候，还是要咱们2个人去承担它。抱一抱，抱一抱。好吧。祝你们开心啊！好好去爱吧。行，请回。谢谢，谢谢。